茶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本节目玩家们都超爱喝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冠名播出，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男画家逝世15周年纪念活动，这个屋里都有可能能杀八妹。我觉得咱们是不是调查15年前这个画家怎么死的？他的床以前是在这里的，他有可能是把这个窗口当做这个壁炉了。BKQ0005，他被人换了，所以他才会跳楼。这儿有一死尸，额上戴着的东西吧？这个项链，一个女的抱着一个孩子。这个男的把这个女的杀了，然后把她藏在这里边。哥哥，我给木偶娃娃穿上了你那条白裙子。他吓了一大跳。其实他长大之后是可以报复这个人的。我觉得有可能是今天咱们遇到的那几个人其中之一。你们4个来书店干哈？我是4天前，然后接到了幸运的电话，他跟我说要来这个书店纪念南先生逝世15周年。4天前。我是7月15号1点50到的，我到的时候有蒋幸运在。对，我是第一个到的，我是1点半到的书店。我是2点20。吴京系几点到的？2点半。2点半。所有人都是你叫来的吗？对，我叫大家来。4天前有这个想法，想在他男画家这个日子里去纪念他，然后我在4天前找到了他们，联系了他们。我3天前租下了这个书店。哦，你租下了这个书店？对，所以昨天我叫他们一起来收拾一下这个地方嘛。对啊。那你们昨天晚上经历了什么呀？为什么今天早上起来都倒在地上跟晕倒了呀？没有倒在地上，我们是睡着了。你们真是厉害，睡得太沉了。哎呀，那个经济都睡成什么样了？他那个应该是昏迷了，这应该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起来以后头非常疼。对，为什么醒来之后那么痛，头好晕啊？我们昨天很累，然后10点钟左右就睡着了，然后一直睡到刚刚。睡完了之后起来头很晕。对，然后一直到你们来我们才醒。他们肯定是吸到什么东西，然后晕倒了。没错。所以那个人把他们全都弄晕，然后他自己去作案，做完案之后他再把自己吸晕，造成一个他不在场证明。那你们睡前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什么？睡觉啊。漂亮，帅。你们睡觉的时候有观察谁是最后一个入睡的吗？我是10点钟睡的。我也10点。我也是10点睡。我也是。都是10点。你们同时睡的？哎，你不是睡得晚了点吗？啊？我们睡的时候你还没睡。没有。你看，他在诬陷我啊！他为什么要诬陷你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说他比我先早睡的，他怎么知道我晚睡呢？哎，你看是个逻辑怪圈哈。你这确实是，好像是。哎，对啊，确实，是不是？他在刷微视吗？刚刷，然后就睡着了。其实这个逻辑也是通畅的，因为比如说他在睡着的时候，他最后一眼看到这个人还没睡啊，我还在刷视频，那就对不对？对。那老师，我们聊一下今天的这个死者好不好？今天的死者叫八妹，你认识这个人吗？我听说过他。在2022年的7月10日，你用你自己无经济的微信联系过这个推会查侦探社。我只找推会查去来帮我
调查他到底知道了什么。你为什么想要知道他到底知道什么？他在写男画家死的文章。我现在手里有好多男画家的画，如果他诋毁男画家的话，这画就作废了呀。男画家臭了啊，这画就卖不出去了。当然啊。八妹死了，开心吗？八妹死了，我的文章就要爆了。对，哎，从此以后你就是推事的 No.1了，你。哇塞，太开心了！你看他的嫌疑比我大。是啊，他也跑不了，一会儿问他。不是，你们到底在怀疑什么呢？你们不会怀疑八妹的死跟我们有关系吧？当然。凶手肯定是你们中间一个。怎么可能啊？你们这么讨厌八妹，怎么不可能？有监控啊。哦，可以证明我们进入书店以后就从来没出去过。哎，要么小文能不能帮忙去拿一下那个监控？哇，这绝对没问题，交给我了。这个拿监控还要戴手套啊？推，我们物业需要多一点这样的员工。哎，哈士奇吗？这是老拆家的这人。拿到了，来看一下。来，你给他们看啥？你看不看呀？你咋了？就你们还查案呢？被羞辱了，不好意思。已经不是第一次侮辱了。蒋幸运从这门进去的。1点半，他没撒谎。1点半。看了一回得了，可以了。他是，就你这样还探案呢？还触屏呢。给你吃点推清醒吧。1点50是谁？这是报姐。哎，对，他说的1点50。2点20，男粉丝。男粉丝，2点20，对了。那看来应该最后一个。2点半。2点半，这是无间界。无间界。啊，都对。他们都没撒谎吗？唠唠那个15年前的男画家的事儿吧。你跟男画家不和这事儿，他们知道吗？干什么呢？没有，我俩没有不和。哇，你太不尊重我这个保安了。我们已经搜到东西了，你那有一个录音笔，里面显示你欠他好多钱，他让你这辈子当牛做马，而且他还提出要求让你帮他藏一个女尸，这件事是怎么回事？你给我们讲讲吧。藏什么女尸？不可能，男画家不可能干这种事儿。我们男画家不会这样的事。就是他冤枉的，先咬死他。怎么可以冤枉我们男画家呢？我们男画家不是这样的人。是。事实是这样的，我确实欠他一笔钱，所以才给他当了经纪人。但是他画的特别的不好啊，所以他谁画的不好？你说谁画的不好？不可以说男画家可能画的不好呢。清醒一点，理智追星。之前画的不好，碰到他的缪斯女神，那以后他就画的好了。那女人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替他画画嘛。那个女人的死跟我一点关系没有。我跟你说这个事情，男画家把这个女的杀了，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去帮他处理尸体。我害怕呀，我特别担心，所以我得给自己留一个证据，所以我拿了录音笔啊。我去了以后，这个没有尸体，只有男画家给我的一包这个女人的遗物，让我帮她烧了。你在说谎呀？我没在说谎。你那个录音里边都有啊，你说怎么那么多血？是我看到血，但是我没看到人呢。死的女人有个孩子，那个孩子是她和男画家的吗？还有孩子，就他情人的孩子。对，他们居然也在记笔记。是这样，他在16号给他处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一个小孩从我身边跑过，他抱着一个跟他一样大的长头发的娃娃。男孩女孩？我光注意那个娃娃了，没看那个孩子，没看那个。
知道南画家有病吗？他的这个精神疾病，他睡觉不好。怎么可能有呢？不可能！你不要诬陷他。你们也不用那么激动，确实，他有梦游症。他有梦游是吧？这你很了解。他每天他在梦游的时候会干什么呢？我没跟他住过呀，就是他只知道他有梦游症，他在吃一种药。什么药？一夜无梦。为什么我们找到了一张购物小票？你在他死掉的那个月买过不哭泣？是，就是因为当着他粉丝面嘛，我就确实不好说这话。但是他是因为没有灵感了，听说这个不哭泣这个对灵感有帮助所以我俩共同决定买点这个药，让他吃一种下，然后让他有灵感。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案发前一天晚上。对，那天晚上是什么样子？因为他有梦游症嘛，然后精神上可能因为他吃以后他会有点自言自语但是我就觉得他很正常，因为他平时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他自言自语，其实是因为在吃不哭泣，这是一种吃这个之后的反应，是吧？对。你对这个男画家的家里面构造熟悉吗？熟悉啊。你知道他叫暗道吗？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这个7楼、8楼、9楼都属于男画家的产业。这我也跟粉丝朋友们交代一下啊，这个男画家呀，其实当时啊是他杀，不是自杀。是他杀？对。为什么这么说呀？男画家家里其实有一条密道，就是他梦游的时候会习惯地钻过密道去干一些事情。然后呢，在这个前一天晚上呢，把他这床啊，趁男画家睡着之后挪了位置。男画家呢梦游的时候，以为那个窗户是密道呢，就钻进去，结果就摔死了。所以说，这个经纪人现在有很大的嫌疑。那是你因为你给他吃那个药吗？肯定是你给他吃的那个药，他才会。是你杀了男画家。你看这三个脑残粉也不像凶手，你知道吗？对，我先说一下，我没有动机去杀他。你欠他好多钱，他让你这辈子当牛做马呀。我在帮他卖画，他画，他卖的每一幅画我都挣钱。如果他死了以后，我就没有钱收入了。对啊，我没有道理去杀他。我觉得先别问经纪人了，因为人经纪人逻辑还是比较缜密的。我发现了，是还是比较缜密。我们挑一个不缜密的选。旁边这3位问问他们吧。就看他们不像犯事儿人。对，人不可貌相。你看我以前有个弟弟，人是我杀的。自己在这儿当反面教材呢。来吧，你们3个之前是认识是吧？你们3个在15年前在那个幸福之家门口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你们仨吗？是。幸福之家是什么地方？请你跟我这样做。我们25一起进入幸福之家的，一起长大的。哎，我是一个人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幸福之家一块长大的是吧？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孤儿。我刚出生的时候，我父母就出车祸死了，然后我一直在我的各种亲戚家被他们收养着。到了10岁的时候，他们嫌我是个包袱，就把我送到了幸福之家。他是个包袱，那可以抖啊。不要抖包袱。然后我就遇到了爱心妈妈。谁？爱心妈妈。爱心妈妈是我们幸福之家的妈妈。妈妈。
但是后来幸福之家出了点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爱心妈妈病了，然后妈妈去世了。妈妈怎么死的呢？生病啊。哪年死的？你们又不是爱心妈妈的孤儿，我们也是幸福之家的人。才不是，我都没见过你们。我们年纪比你们大，我是老大，我们是上一届的，我们是上一届的。爱心姥姥带我们长大的。胡说。然后呢？妈妈生病了之后，我们就出去自己上学生活。然后我们长大了之后，再一次回到这里来的时候，这里变化还挺大的。啊，这是幸福之家，就好几个名字，幸福之家，这以前是幸福之家，幸福之家哦。你们还说你们是幸福之家出来，连这都不知道。哎，其实这我们就是说谎，这人不行，这啊。他绝对有故事，你赶紧，那肯定有啊！快想。行，那我们问鲍姐，你的出身是？我很小的时候就被爸爸妈妈抛弃了，然后我也不知道爸爸妈妈是谁。你也从小抛弃？然后被一个卖报的爷爷给收养了。爷爷因为每天卖报嘛，然后拿着报纸教我识字，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对新闻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希望以后一定要写出一个爆款。我10岁那年，爷爷年纪大了，不能供我去上学了，所以他给我送到了幸福之家。好，幸运讲讲你的从小是怎么回事？我上次跟你们说了呀，我小的时候父亲不是出去打工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人。我们的幸福之家啊，然后我那时候看到他的画作就特别喜欢他，然后再加上他资助过我们就变成了他的粉丝。但是那个时候也同时知道他其实已经去世了。对，所以你们3个都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南华？那肯定啊，当然了，对啊。哦，对，也我怎么突然这样？你看经纪人那个，看那表情。就是他为什么要资助这个幸福之家呢？那肯定是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呀。对啊。我造的人设，这就是我存在的意义。哦，你别乱说了，人都没了，你还要诋毁他？退，退。退，退！那我走。别，这个也值了，死了15年了，还有一帮人记得呢。啊，等一下，那南画家和爱心妈妈有认识吗？那我们不知道，我知道的时候都已经工作了。对。经纪人知道吗？我们只是汇钱。你也不认识？不认识。就是你们3位实话实讲啊。跟这个南画家之前从来不认识吗？没有见到过，因为我知道南画家，而且知道他资助过我们的时候，他已经过世了。他们跟南画家的死没关系。不一定哦，南画家的情人可有一个私生的孩子哟。南画家死的时候我们才10几岁啊。
我有自己的父母啊。鲍姐，我想问一下关于八妹的那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呀？因为是这样，我之前一直想写出来一个爆款，但是写的文章一直都无人问津。后来我得到一个秘籍，秘籍上写着蹭流量可以得到爆款。这个是在他身边拿的箱子。吸星大法，我就找有流量的人来蹭，但是我是非常正义的人，我一定不能蹭好人的流量，我一定要扒那些无良人的，然后那些坏人的流量。八妹扒一扒的主编八妹，她是坏人，所以我一定要扒她的。鲍姐，你对这个八妹，你这恶意可有点大。她本来就是个坏人，但是人不是我们杀的。坏人，很具有杀人动机哦。鲍姐，我想问一下，那你那些信息是怎么知道的，或者是谁给你的吗？有一天，我无意间碰到她了。你碰到了八妹，然后我就跟踪她，到了她的家里。你去到她家里啊？为了得到爆款，什么都值得。那你不怕报应？因为他是坏人，八妹是坏人。他家在哪？11号公寓的206。但是据我所知，那个不是他的家，那个应该是他亲戚的家。对，打断一下，哪天跟踪的？7月14号。7月14。然后看到八妹非常的奇怪，她说了一句：“你们不要过来，不要害我，我不是故意要惹你们的。”然后平静了，又说了一遍。我觉得他应该也是沾上了什么脏东西。鲍姐啊，我看你最后留言，有人评论说，如果八妹真的和男画家一样跳楼死了，那鲍姐你就算总能爆了。有人说，对呀对呀，那样一定会爆的。然后你给人回复说，大家就等着看吧。那你想怎么做呢？你有没有想过要弄死他？其实开始我就想，八妹每天扒别人的一些料，她自己肯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料，所以我就想扒一扒她的，让她遭到报应。那你天天去人家趴门，你也好不了哪去。哎，但是鲍姐还得提一句哦，你私自进入八妹的家的话，可能是构成犯罪的哟。所以以后这种事情的话，咱还是别做，还是要合法的获取信息。好。那你扒出来啥了？扒出来他一直在屋子里胡言乱语。哦，还有一个重要的点，我没有看到那个白影。八妹之前造谣男画家，说男画家死之前有一个白影一直在缠着他。对。后来又说自己也有个白影缠着他，但是我去潜入到他家之后，发现没有白影。他的意思就是这个白影其实除了死者以外，别人是看不到的，所以它应该是某种体内的置换效应。但是他给我们看到的监控里面有白影，所以八妹在造谣。
哎，怎么了？我怎么来了一个短信啊？谁呀？谁呀？好信儿，我们马上传。八妹818的订阅号发，你订阅的八妹818发布了新文章，反转了八妹被白影害死了。他说的果然就是真相，喷子们可以永远闭嘴了。该文章阅读量已过10万加。哎，八妹不是死了吗？她为什么还会发公众号啊？八妹自己发了自己的死亡消息。这有没有可能？八妹自杀，然后定时发这个？对，八妹为了让自己火。那八妹是自杀吧？不好说，八妹反正是在死之前出现了精神紊乱。我觉得一会儿咱们就得去八妹他们家看，得去，但还得再回一趟现场，而且要搞清楚这个八妹是怎么能避过监控的。对，而且还有一个疑点就是他们4个为啥晕倒了？一定是有个人下毒之类，让他们晕倒之后，然后他在这个期间，然后通过那个密道过去杀人。你们4个当中晕倒的其中一个人很有可能会是凶手。那要么我们就先去查一查，就看看八妹的房间。206是吧？来，这屋吧206应该是对面。20几来着206。哎呦，八妹的房间。206就是走完这个吗？哦，这是早上那个。哎，对了，那把钥匙呢？幸好。哎，这钥匙在哪儿拿的？在那个八妹身上嘛。等下这衣服有个东西，钥匙。哦，终于能开开了。哦。哇，很小哎，他家。两性暴力离奇现象等于流量密码。他就叫想红嘛。推浪之夜颁奖盛典，八妹818花季少女遇害系列文章获2019年度10大热点文章。哎，但是他这个章被人偷走了。什么章？他这个奖章。推事有八卦，八卦在推事。今天推事的八卦也不会缺席。近期本报拍到著名画家男画家携一长发白衣女子进入豪宅，从搂腰的动作来看，关系十分亲密啊。男家中照片的白影可以这么解释：顶流之死加灵异传说等于流量密码。枉死的人会化作白影，徘徊在害他之人的附近，会一直折磨对方直到死去，还会纠缠一个不怀好意靠近他的人。有女人头发，买好装备藏在柜子里，制造灵异。那个衣服是他自己弄的，头发也是他弄的。我明白了，他只是看到了他跟一个女的进去，所以他坚信他有地下情人，然后因为这个女的不在了，所以他就想制造话题。他想制造话题，自己想火嘛。他跟鲍姐一样，他们俩都想火。这里还有个纸条，谁找的？纸条老白在哪儿找的？垃圾桶。妹啊，不要再调查男画家的事情了，听话吧，要不然会死的。电脑，看一下他电脑。八妹818的私信。哎呦，是人血馒头。假话精，如果是真是白影复仇，白影怎么不找你呢？哦，这是他的私信嘛，就一直有人给他发。这应该是有个病毒嘛？确定。这点不完。对，是某种病毒。手机，八妹粉丝。2022年7月5日，我是你的忠实老粉。3年前，我和身边人都在看你的文章，我觉得你太会做话题了。我觉得你是对的，有话题就有流量，有流量才有价值。3年了，我希望还能看到你的爆款文章。谢谢。我一定再写出一个爆款文章的。艺术圈10大未解之谜，男画家在巅峰时期跳楼自杀的原因至今成谜，求爆料。
这可太精彩了！电话说好，电话说谢谢，我决定深挖一下，加油！名人之死，加灵异灵异。传说加八妹出品等于流量密码大爆特爆的文章。我在热搜榜第1见到你了，是被骂上去的哎，但那有什么关系呢？有人骂你就有人看，黑红不也是红吗？这个人怎么一直在怂恿他？被骂就会有压力哭，如果你不开心，我有让你开心的办法。他说是，说的神器真的能让我快乐吗？哦，神器，神器，不哭泣。2022 7月13半夜，哇，我超开心，我现在好快乐，我一定能完成这件事。我的妈呀！竟然有一群人要控制我和另外6个人，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但是我不能让他们抓到，不然我就完成不了我的计划。快扣上！我老实点，待着。那6个人帮我逃出来了，我真的要走了，非常着急。我感觉我的计划马上就可以成功了，成为话题顶流。啊，我们被利用了。但是我刚偷听到他们说会死盯着监控，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上9楼。他故意躲开了，故意躲我们的那个监控。他这应该是有什么办法能让他躲着过去？没错，能让镜头拍不到他，然后他走过去。有没有可能是那个能让画消失的那个？就是他。我刚刚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他们俩又打了个电话，说的啥呀？啊，这来了，男画家的神奇创意。哦，就我们看到的那个消失的画。哦，消失的女人，就是转到某个角度，他就看不到他那个画了；再转回某个角度，又看得到那个画了。如果他能够找到这个材料放在自己的身上，他就可以通过那个监控画面。但你看它上面贴的就是那个白影是他造的，对吧？对，白影是他弄的。对呀，所有这些玄虚的事情都是他故意制造的呀。那为什么八妹还是死了？他说：“你别，我只是想知道当年的事情的真相。”听的是有对话的吧？没有对话，没有对话。他是不是置换了呀？有可能。除非还有一种可能，他进去看到了一个也是在那儿装鬼的，然后自己一害怕，就比如说鲍姐，他说你拍到了那个，那我也拍到了，是这样的。旁边还捡到了那个不哭泣，不哭泣。对，刚刚你说置换，其实就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不哭泣。而且不管谁教他怎么躲的监控，那个教他的人自己也会躲监控，对不对？嗯。八妹这粉丝吧，就很像弄死他的这个人，他一直在怂恿嘛，一直在让他去查这个事儿、弄这个事儿，还教给他怎么弄这个事儿。是，就是他这粉丝是谁，很存疑。对，粉丝不知道是谁嘛。我觉得得去男家再看一眼，避开监控的方法。走吧。OK， 我们又来到了这里。哇，又来到了他的房间。他是站在哪儿能躲这个监控啊？他没法躲，他必须得这样走过来。这不监控误动吗？等于这个机器是监控机器是吧？对。小文，你实时监控呢？我实时监控，我去找一下吧。找一下。好。哎，应该去那边找吧。好。走反。第一天上班。你看他等于他把那男画家的那个东西是吧，在这儿照在这儿，这不就完全？我们把那个偷过来看，哥拿过来看一眼这个。哦，我在这儿看的时候，底下那一圈是黑的。你看那边是黑的吧？对不对？我拿下来就白了。它这是不是贴了2层？它上下层不一样。
哦，它因为这个也是贴了那个吗？对，因为你记得里边那个画上面还有一层东西。哎，你看它这个上面也镀了层膜，对，所以它只要底下那层膜也在，它只要挡住底下那一块就 OK 了。对，是2层，是2层。它这个装置需要2层膜才可以触发。对啊，这玻璃上本来就有一层啊。对，但那样的话，问题就来了，怎么挡得那么大？这个上层是1层膜都没有的。他蹲着走过来不就完了吗？哦，他这样走就拍不到了。对啊，他蹲着走就拍不到他只用蹲着走，然后在它的最高线露出来的那一点遮住就。对，对不对？因为上下层是不一样的吗？这样子的。哦，我们就这样，他就这样拿着走。对。但是你看，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能看到你的衣服，除了你的头我看不到。哦，你说脚什么会露出来？对，就除了你遮到头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一会儿我们看看实时监控是怎么回事。哇塞，朋友们，我知道了。我们现在去南画家的家里面，我可以用他的电脑登录我的后台系统，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实时监控了。好呀，拿南画家的电脑给他监控吧。好了，来，我去试试，我们研究。好，非常好。看到我们了吗？能看见呀，太明显了，你俩。就侧着拿，横着拿，横着拿，贴墙一点。对，这样。哎，再往里不行，他这样遮住了。不是斜一点，不能全贴。斜一点，把它。过来。你去。这样吗？对，这样就 OK。对，但有一个那个横梁啊。这样它在动，你们看得到吗？能看见啊，能看见，还是能看见的。这啥看不见啊？好笨拙的。因为它黑主要是。对，黑一块。他怎么能做到从这儿过去而看不见黑的框呢？所以怎么把他的画面最大化呀？哎，如果把这个去放在上镜头面前呢？贴监控上。放进去，我这么大个都放不进去。对，凶手有几个像我们这么高的？然后还有我跟留下来加一起那么高。哦，你俩是帮凶。这样不可能，因为你看监控范围其实是差不多到这个位置的。对。所以在拍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都没有人做过任何东西。他只能，如果要放也要放也是从侧面放。从侧面放。也不是不可能啊。找个棍儿啥的，我试试来。这行吗，哥？这个估计长短也不能够，对，固定不住。需要一个类似像鱼竿一样的东西，对不对？对，需要一个长的，需要一个长一点的东西。这是这个吗？这木棍儿。哎，画架。啊，像自拍杆一样。这样啊，对。这样夹在里边。加上。然后他只用把它横在上面。对。就挡那1秒就行了。咔，是他，绝对是他。我们先试一下。这应该不是往下吧？这样。弄上了吗？进去了。上也是。夹上了吗？夹上了。夹上了。夹上来，上去。再往里面靠，往里推。要挡住那个镜头所有的面。对。这样应该就看不到。去看那个实时，去看那个实时。我来了。稍等。蹲下。没了，消失了。没了，消失了。往里推。要挡住那个镜头所有的面。对。没了，消失了。没了。哇！
我们也会隐身了。可以可以。所以他是用了这个方法让等一下消失。那么问题又来了，那八妹是怎么在监控下完成这些操作的呢？但他肯定是老手，抽一下就走了。他个儿真的够高吗？我就怀疑。是啊，他所以应该是个男的吧？哎，这样，我走一下监控盲区，你们看一眼啊。你去。我站着走啊。嗯，站着走。我站着走。对，我入画了吗？没有。入画说啊。没有。入了。对。等会儿我看啥时候出画啊？我出画跟我说啊。再走，出了。OK， 你们来吧，你们过来。他直接可以搁椅子是吧？我到这儿都没入画。我到这儿才入画，我跟这个雕像平齐的时候才入画，这儿才入画的，这块都不在画里。然后我走到这儿，这才出画。哦，那空间蛮大的。对。那他完全可以搁椅子。明白了，来，拿下，重新弄一下，我们复原一下。好，准备了。哎，凶手拿着他的作案工具，杆儿来了，现在能看到我吗？没有哈。还没有，慢慢来。慢慢来。加油！有没有？有了，但是得快一点。得快一点，你多。对，你要快速的。快速。哎，3、2、1，有吗？好，有了，但是它有一点晃。看下有没有缓存视频，对比一下有晃动吗？哎。7月15号，看7月15号。这个是这个方向是吧？对，我这来人了。然后就往回走了。没了，后面就没了。下一个呢？看那个7月16号，应该是会有什么差别？7月16，你看。闪了，是不是闪了？闪了一帧。你先看完吧。仔细看。哎，黑了一下，闪了1秒哎。这是一段替换上去的。没错。你不是说没有剪辑痕迹吗？对啊。你怎么回事？我的监控不可能被剪辑的。我就回去那个走廊看一眼。因为监控当间黑了1秒，他黑了那一下可能就 OK 了。但是监控里是全黑了1秒。他怎么能让他全黑1秒呢？哎，他如果是关灯，看一下关灯会不会全黑？看一下，去按开关全黑1秒。你看你弄。好，准备好了吗？来，3、2、1。如果合上的话，就完全一模一样。对，这边就黑一下。但是主要灯也在里边呀。那他就更需要有人帮他了，因为他从那儿放的话，没有办法边爱看官边放到他镜头面前。所以肯定是俩人作案。有一个人可以从书店走进来，然后那个八妹来，然后一块儿。但走的时候，八妹已经死了，这个人直接把所有东西拿走了，放进去。哦，他抽离走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一个人就操作完了。对，所以是2个人干的。2个人干完，然后那个人把他给杀了。所以那个人在书店的几率非常非常高。就是在书店，他一定在书店。
我觉得去书店先看看吧，谜语人那个东西还没找到。对，为什么4个人会都同时晕了倒？看那边有什么装置让他们瞬间晕倒啊？咱们是不是还没有好好搜过这儿？没有。首先这里种的是啥，我们还不知道，对吧？我们估计初步猜测，黄玫瑰不是有没有可能这里会藏尸体呀？有可能。这个花坛里故技重施，也不是没有可能吧？要不要刨一刨？拿这个刨吗？我先刨2下。嘿咻嘿咻嘿咻，一人发个小铲子。要刨土吗？有东西吗？哎，哎呦，哦呦，这有个盒子，这有画个叉子。这儿还有一块别动了。哦呦，啊？为什么都是空的呢？那应该还有。你看那个板上上面画的什么？叉叉，都画的叉。还有，这里。哦，有东西了。推迷人。吸入后会深度睡眠10个小时，不流一滴血。啊，又是推迷人。闻后立即晕倒，180分钟之后才会醒。就那个药。推迷人啊！这咋这么多人啊？那4个人是被推迷人推迷的吧？对，推迷糊了。对不起，你的人除了他还有6个。咱们6个呀。我们不会挖着挖着后面突然来个人杀了我们吧？没事，有大哥在。看看这个符号，这个符号是什么？这是恶魔啊。有一张，这个是他的照片吧？啊。然后丢了的那个奖牌也找到了。2019年10大热点文章2张。你看这样，这个一共是7个盒，肯定是要把咱们都弄死之后，挨个埋进去。每个人的信物。现在外面有很多人在抓我们，我们身上有什么共同点？第一个人已经没了。所以我们不是自杀，我们是他杀。对。这是入住11号公寓以来很难抉择的一天，完全是没头苍蝇。是15年前的手法，同样的死法。那幸运这么喜欢佑佑，为什么还要把我做掉呢？除了八妹，我们6个同样对不起的这个人是谁？那凶手是谁？藤中介死了，已被列为了嫌疑人。我想重新调查3年前小树林焚尸案。藤中介知道你们所有的事儿，有人做了一个双重密室，我怀疑你们6个人有一个凶手。表表，他们说我杀人了。海香芋果粒牛奶更美味，快来 get 玩家们超爱的有优质生牛乳的真果粒红柚四季春，玩在一起奥利奥，轻松破案没烦恼。本节目由好吃好玩的奥利奥赞助播出。3、2、1，11号越狱，我们来啦！锁定腾讯视频，每周4、5、6晚6点更新一集，会员抢先1周看。每周6晚6点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日晚6点看加更11号公寓入住日记，周中一大波预告花絮短视频，每天刷刷刷，带你360度全方位探索11号公寓。还不快打开腾讯视频，搜索开始推理吧，和推土机们一起沉浸式探案吧。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知乎搜开始推理吧，和知乎答主一起热聊节目话题。打开微信搜一搜，搜索开始推理吧，查看更多精彩。
11号公寓入住日记，每周日晚18点，会员纯享更多公寓趣事，学犯罪心理学，拆穿谎言，发现真相。欢迎关注，别对黄 Sir 说谎之开始推理吧案件追踪，每周六下午18点高能上线。欢迎打开新浪新闻、网易新闻 Zakr、界面新闻、网易有道词典，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华语之声、引力资讯、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感谢腾讯卫视、中华万年历、WiFi 万能钥匙、Summer 校园、Lucky 校园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